上回说到，娜美一行的逃跑组和路飞一行的探索组分别展开行动，约定好找到黄金后在东海岸汇合。路飞4人在充满危机的丛林中一路摸索，朝着位于岛南的遗迹出发，途中遭到巨蟒的袭击，4人各自走散。另一边，以韦伯为首的山地亚人游击队针对艾尼路开始了第2轮总攻，但是擅长新网的艾尼路早已洞察到了这一切，安排3位神官在岛上布下陷阱，生存游戏开始了。梅雷号上，骑士老大叔甘福尔向山治等人介绍了空岛上的一个终极武器——冲击贝。这种贝壳可以吸收外界给予的冲击，并自由释放。通常是用手套或者护腕固定在手上使用的。如果打击精准的话，它的威力足以让普通人丧命。这一招，山治和乌索普很熟。他们与路飞一起迎战神官眼镜飞仔的时候，那个家伙生的手掌冲击波就是这个力量。当时眼镜飞仔也说过，他的攻击不是打击，而是冲击。而在古代的空岛上还存在过另外一种威力更强的贝类，名为排击贝，是一种已经濒临灭绝的贝，可以释放出比这冲击贝大10倍的威力。但是因为排击贝的威力实在太强了，连使用者都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是把双刃剑，现在几乎没有人在使用了。总的来说，贝是好贝，但是有什么作用就看使用它的人正经不正经了。贝类可以给人的生活带来便利，也可以被歹人滥用，变成战争武器。所以青海人在空岛的战争中很吃亏，如果连贝的种类和习性都认不全，是无法看透空岛人的招式的。为数众多的加工云也是这个原理。空岛的战士们经过锻炼后能够灵活运用它们，青海人在云上就变得很笨拙了。山治突然问道：“那个叫什么新网的招式也是训练来的吗？”甘福尔沉默一下，新网就连老夫也不会用，所以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据说新网是一种聆听的能力，人只要还活着，身体就会发出某种声音，通过聆听这种声音就能明白对手的下一步行动，再加以锻炼的话，能听到的范围也会变得更大。神官们可以听到整个阿帕亚多的声音，而艾尼路可以听见整个国家的声音。这种力量至今仍是个谜，也正是由于这种力量存在，让这个国家的人终日不得安宁。艾尼路这边除了派遣3位神官镇守在各地，还安排了神兵长大山率领神兵50人严阵以待。属下那些文官很不理解，对方不过区山地亚人，还有几个青海人，有必要动员我军全部战斗力吗？艾尼路哈哈大笑，这一点就是要热热闹闹的，而且你也太小看他们了。神兵50人加上艾尼路和3位神官，一共有54人。山地亚人游击队共出动了20人，加上草帽团共7人，一共参战的人数有81人。艾尼路饶有兴致地问属下文官：“你猜猜，3小时后还能站着的会剩下多少人？”文官大概估算了一下，接着仔细地说道：“我军威武，战无不胜。我相信我军仅用微小的伤亡就可将敌军全部歼灭，所以3小时后将淘汰30人，能站到最后的还剩下我军的50人。”艾尼路却很严谨，他伸出手掌：“天真了，小老弟，你太小看这场战争了。3小时后，81个人还能站到这座岛上的只有5人。”山地人的游击队终于闯进阿帕亚多，跑着跑着，大家都发现动不了了。第一关的试炼是胡子哥的绳之试炼，请恕我用这种粗暴的方式欢迎你们。对你们来说，这想必是个噩耗，因为阿帕亚多的环境已经变得和昨天完全不同了。你们动不了了吧？这样最好了。这只是生存率3%的绳之试炼，布置在胡子哥管辖区域的，细到肉眼看不见。一旦聚集起来，不管是多么强壮的男人，都会被缠得动弹不得的强力绳云。在游击队等到的时候，不知不觉间就已经被绳云缠住了身体，无法行动。只有一个人除外，那就是韦伯。韦伯想暗中射杀胡子哥，胡子哥早已察觉，骑上大鸟飞向空中迎击。韦伯用健康的火箭筒对准胡子哥就是一发，胡子哥骑着大鸟轻松躲开。别以为在空中能打赢我。胡子哥操起火枪冲向韦伯，韦伯直接将手中的火箭筒和盾牌一丢，自由落体扑下来，看上去好像束手就擒了。胡子哥冲到一半，发现不太对劲儿，不过已经刹不住车了，手中的火枪猛地刺进韦伯的肩部，韦伯抓紧胡子哥的肩膀，将手掌抵在胡子哥的胸口。胡子哥一愣，冲击吗？这招对我没用。韦伯冷冷地说：“错了，是威力比他大10几倍的排击。”轰隆一声巨响，胡子哥正面接下了韦伯的排击必杀，在半空中跌落在地上，失去了知觉。殿堂里的艾尼路大笑几声。天空战第1局，败者已经出现了，文官们懵逼了，这也太快了！6年来未尝有过败绩的神官就这样打输了，短短2天居然已经被干掉了2个神官。艾尼路毫不在意，输了就输了。韦伯等人解除了绳之试炼的束缚，继续前行。进攻队伍分为2路，
分别去击溃剩下的2名神官，其中一路人马遇到了神兵，神兵向他们展示了这个空岛没有的斩击背，仅需一招，看不见的刀刃连人带盾牌一击砍断，非常生猛。落单的路飞一路摇头晃脑，哼着带劲小曲儿，在森林里凭着知觉摸索前行。一名神兵从背后搞偷袭，路飞转身一拳头将其撂倒，我还以为是山羊呢，害得我白期待。路飞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偶遇了韦伯。韦伯一看路飞就火大，他让路飞赶紧收拾滚蛋，这里是山地2人的地盘。路飞有模有样的道了个歉，然后继续哼着小曲往前走。韦伯这一下真火了，抬起火箭炮对准路飞。路飞笑了，扔掉手中的绝版小木棍，动了动手指，原来要干架呀，早说嘛。韦伯的招式比较单一，拿着火箭筒轰得不停，但是众所周知，枪炮对于路飞都是没用的。韦伯在浪费了第 N 个炮弹后，终于发现了这个事情，于是改变战术，实施卑鄙1号战斗技巧，换掉了炮弹，使用瓦斯和火焰弹，企图将路飞直接烧死。路飞灵活躲开后，韦伯冲过去和路飞开始近身战。此人身手也是了得，居然和路飞打了个5-5开，双方纷纷倒地。路飞起来准备再战，结果被之前出现的那条巨蛇给吞进了肚子里。因祸得福，这蛇肚子里简直就是一座古迹。同样，迷失在森林里的乔巴、罗宾、索隆也分别遭到了神兵和游击队的袭击。乔巴被一大群神兵追赶，吓得一边跑一边大哭。结果迎面又来了一大群游击队，好在双方面人马碰到一起后打了起来，无人再顾及乔巴。罗宾一路摸索着来到一个城市的古迹，被一个神兵堵住，罗宾直接一招6爪锁喉，瞬间秒杀。索隆与路飞一样，一路凭着知觉前进，干倒了前来阻挠的神兵和游击队员后，又被一个重量级人物堵住去路。他是游击队的干部帽子哥。帽子哥利用双脚下面的滑板鞋威霸，能在一瞬间提升自己的机动性，突然冲上来进行突袭，然后突然消失。索隆在前期由于不了解对方道具的属性，暂时占了下风，被对方打了个压制。帽子哥有滑板鞋，还有可以制造空中云道的工具，可谓是无障碍出入，非常丝滑。索隆被对方火力压制，右腿不幸中弹，躲在树后思考对策。对方有很难应对的双枪发出来的闪光还会在短时间内夺走视野。打败魔法最好的办法就是魔法，你有枪，我有炮。索隆开始念咒了，帽子哥还傻傻的愣在原地。索隆说道：“虽然你身手不错，不过还是去死吧。”帽子哥制造云道从树梢上滑下来，索隆举起河道一文字：一刀流。在帽子哥袭来的瞬间，索隆挥下战刀，一道刀锋席卷而出，挡下帽子哥的子弹，顺便将帽子哥一起砍翻。落单的乔巴一路踏着专属音效摸索到了遗迹，等在这里的是蜘蛛脑袋神官。蜘蛛头看着乔巴若无其事的从自己面前经过，本以为只是一只普普通通会说话的野生狸猫，没有当回事儿。属下靠过来，掏出一张不知道从哪里摘来的照片，指着上面一个小小只的生物一核对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狸猫，它是青海人的狸猫，与那群青海人是一伙的。蜘蛛头点点头，行了，把他抓过来下酒。艾尼路大概是在宫殿里待得烦了，出门找麻烦。他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前任统治者所在的地方美丽号，一出手就将山治给秒杀，无所不下的哆哆嗦嗦，腿抖的都站不稳了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竭力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伙伴。我可是有8000部下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如果你现在离开，我还可以饶你一命。艾尼路脸色一沉，一个瞬移来到乌索普面前，伸出一根手指释放高压电流，将乌索普一下子击晕。乖乖把嘴闭上，我就什么都不会做了，懂了吗？那么吓得赶紧捂紧嘴巴，一声不敢吭。甘福尔冷汗唰的一下流了下来，他盯着艾尼路问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艾尼路爽朗的笑了几声：“我们可是有6年没见了，这次来是向你告别的。6年前，甘福尔率领神兵部队去攻打艾尼路，其中很多人被艾尼路抓住强行劳改。如今6年过去了，艾尼路一直在运作的巨大工程即将到达尾声，这座岛对艾尼路也失去了作用。至于他所做的巨大工程到底是什么，我们继续来看。空岛的居民头脑十分简单，他们执意得到阿帕亚多，无非就是为了那点巴斯，也就是泥土。然而，艾尼路团队强行夺走阿帕亚多的原因，青海人一代又一代踏入阿帕亚多的原因，以及山地亚人执意要返回故乡的原因，都是相同的。所有人都渴望得到一种东西，那就是找到在遥远的过去曾在青海繁荣一时的黄金都市。所谓的生存游戏就是争夺黄金的游戏，在这个游戏中存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得到那大量的黄金。艾尼路说完这些，化成一道闪电凭空消失。艾尼路离开后，来了2个 L 码的眼镜肥仔，他们是神官XL 码眼镜肥仔的弟弟肥仔 A 和肥仔 B。甘福尔撑着自己受伤的身体站起来，抓起矛枪，什么也别说了，干就完事儿了。那边拿出天后棒准备迎战，
干饭劝娜美躲起来，不要一会儿崩身上血。娜美看着地上几乎被雷电法王烧焦的山治和乌索普，咬咬牙，我偶尔也要保护他们呀。